还是来画花的这支笔来画。把这个底色再调一下，它会有点沉淀。这个底色沉淀是很正常的，有的时候你放一下它是会沉淀，你可以再把它搅一下，如果沉淀的厉害，你再搅一下，再把它调一下，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轻轻的刮掉笔上多余水分。好，我们来换一张纸，直接来画一朵花，把刚刚分解的这个花瓣来画一朵花。把我们刚刚分解的这个花瓣，我们来把它组成一朵花。我们首先填这个珠标，朱砂哈，朱砂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我们首先这一朵花画这个浅色的地方啊，画浅色的地方，笔尖稍微的沾一点点牡丹红。那我们这一朵花是这一朵花啊。那么首先来画这个浅色的这一部分，这是一朵正面的花啊。正面的花，我们把花心大概画的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大概不能画太实了，等一下有一条线在这一朵花上就不好看，所以就大概的画一下，大概的画一下。来把这个花心画这里，然后这一朵花的话，这个浅色的在这一边，这一边都是浅色，这一边是深色的。那么我们是一朵正面的花，它有一些花瓣。有一些花瓣它会翻展过来的，那我们先画一些，先还是搭好这个架子，搭架子就是画这些反瓣啊，侧面的花瓣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，你可以这个尖可以拖长一点，可以拖得有姿态一点啊，这个花瓣可以长一点，然后笔尖再补充一点点颜色。笔尖补充一点颜色，这个花瓣中间这个还往这里来，让它有一点这种叠加这种层次。那这个往这里包起来啊，这个又往包起来，那有各种姿态这种反瓣。那这里面再来一个反瓣啊。来，我们这边又往这边来。
来，我们再来几个这个小花瓣在这个花心的中间哈，让它穿插在这个花心的中间。好，这种各种地方我们再来一些反瓣，小的、大的，大的反瓣里面有小的反瓣，小的反瓣有大的反瓣。有更小的，你看我们好像组织起来就随意的去组织，没有太多的这个一定，这个实物只是一个参照物啊，实物只是一个参照物。像我们笔上有点干了，有点干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用这个笔肚加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先还是调一点点这个朱砂，然后笔尖沾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好，这个花瓣我们不要画的太直了，我们把它变一下啊，不要让它太直了，让它稍微的有一点点这种弯度。字挡住了，往上推。好，这个花瓣在笔尖沾一点点深色。有正的，有反的，颜色一定要调匀。我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颜色也是没有调匀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颜色调匀，而且要控制好这个水分，控制好这个笔尖笔肚上的这个水分。好，我们先把所有的这种反瓣都把它架子先搭好啊，架子先搭好。大的旁边要有一个小的，让它有大有小有变化。把这些所有的反瓣我们先把它画出来，让它笔肚上没有颜色，笔尖上没有颜色，你就体现不出它的这个深浅变化，所以我们颜色一定要调好。笔尖上要不停的加这个颜色啊。好，这里让它往这里边。虽然说这个实物可能它跟我们画的会有一点点出入，不一定说我们跟这个实物一定要画成一模一样的啊。我们可以自己去组织。各种各样的这种反瓣，小反瓣、大反瓣，大的让它大的里面有小的，小的里面旁边有大的，让它有这种大小的这种组合。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颜色。笔尖不停的补充，笔尖要有深色，你才能有这种深浅的变化。
那让它里面这个细节让它特别多。好，我们这个浅色的这个反半可能就画这么多，它没有什么规律，你可以大大小小自己去组合，没有太多的这个规律性。大家不要用这个按这个1、2、3、4的这个步骤去画，没有1、2、3、4哈，它都是自由的，每一个花瓣都是自由的。刚开始你就大胆的去画，然后后面你再去细心的再去收拾。笔尖上调深一点点。我们画这一边，这边的花瓣我们就稍微宽一点点。这边我们先不管它，我们待会儿再去画这边这个虚的这个部分。然后我们现在去把这些反瓣里面的正瓣去把它补齐它。补齐正瓣的时候，这朵花也是一样，不需要太深的颜色，因为我们现在画的是这个浅色的这一部分啊，浅色的部分，所以我们不需要，还是一样，颜色不需要太深。当然，这个笔根上肯定是要最深的，你这个离着这个花心，这里是花心，离着这个花心周围的这些地方，颜色要是最深的，先要有胭脂啊。颜色稍微的深一点点，越离的花心的颜色越来越深。那么去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正瓣，所有的这个反瓣里面的这个正瓣都去把它补齐它，补充颜色。好，这个花瓣越到边缘来，它颜色越来越浅了。我们颜色稍微的可以少一点了，就稍微的比这个反瓣要深一点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去补，刚刚我们讲这个给大家示范这个组合的时候，就已经讲了这个反瓣、正反瓣的组合怎么画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画啊，现在就是在画这个正反瓣的这个组合，现在也是在画正反瓣的组合。那把这些小缝隙里面直接去补上，小缝隙里面你没办法大笔一挥，只能这样稍微的小心一点去补。因为我画的是这个小写意，小写意我们就要细心一点点的去画，就是它比工笔画的话，那还是要花的这个精力要少很多。
好，这个花瓣的话，刚刚调色调的很不均匀，这个反瓣刚刚颜色都没有调均匀。当然，偶尔一个花瓣颜色没有调均匀，它不是说特别影响这个大局。反瓣是用的玫瑰红吗？没有用牡丹红。笔尖也用了一点点牡丹红，笔尖也用了。笔尖蘸一点点胭脂，就是在这个根部的时候，这个最根部的地方，笔尖蘸一点点这个胭脂啊。刚刚反瓣我们笔尖也用了一点点牡丹红，现在调色都是在大家眼皮底下调，我在画的时候，你们要仔细的看。好，笔上补充颜色，笔尖是要最深的啊。这个现在笔上有点干了，有点干，我们用这个笔肚稍微的去蘸一点点底色，蘸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不要蘸太多了，蘸一点点底色。然后你这个笔尖上如果胭脂太多的话，你们不要直接去调这前面的颜色，你可以把这个胭脂色把它用在废纸上，把它画掉一下下，把它沾掉一点点，然后再去调哈，再去调。一样的，先调一些这个朱砂啊，是朱砂，说错了。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然后牡丹红，笔尖稍微蘸一点点胭脂。这个根部是最深的地方，这小的缺口里面，我们都要补上，让它有一种颜色的这种变化。稍微的笔尖来一点点深色的，好，你看这些花瓣让它一层层的，当然每一层都是要有，这两个反瓣感觉它是把它包起来，然后其他的外面一层我们把这个根部的先把它全部补完哈，这个根部的这一块先把它补完它，笔尖蘸一丁点胭脂，笔尖蘸一点点胭脂，把这个根部这里是最深的地方，蘸一丁点胭脂。好，我们的外面一层的这个花瓣，现在我们中间这里都已经补了哈，中间这一块中间的已经补了，外面一层我们要另外调一点底色，就是把先前这个底色倒一点出来啊，然后里面再加一点三绿，把颜色调深一点，加一点胭脂进来。这个是我们画这个颜色的层次的这个关键点，大家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调色去，你的这个花它颜色的这种层次感才会出来。来，再加一点三绿进来。好，这个底色调好之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
来，我们调好这个底色之后，来。好，我们再调一点点胭脂，调一点点胭脂。然后我们再画外围的这一圈的花瓣，就是外围的这一圈啊，外围这一圈花瓣。好，外围我们再来加一层这个比较浅色的这种花瓣啊，花瓣里面要有一些这种大的花瓣，大小的这种变化。笔上有点干了，有点画不动，再画一笔。好，我们笔上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笔肚沾一点底色。
这个颜色你看我调色的时我在调色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调不匀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调这个颜色啊。那我刚刚调这一笔有点，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一点不够均匀呢？有些地方我们回一下笔。好，外面这一层花瓣它是比较颜色它是不一样的。这里来一些这种花瓣的这种感觉，切一下，让它有一些这种碎瓣的这种感觉，不要让它成一个大的花瓣，让它这个花瓣显得碎一点。好，这个是浅色部分，基本上就差不多，就画这么多就差不多了。这3个缺口，这一块有点相近，我们把这个缺口给灭掉，不要让这个缺口太相近了。好，把这个缺口灭掉，不要让它这2个缺口类似了它不好看。我们让这一块多一点，让这一块满一点，把这个缺口给灭掉。好了，我们这个浅色部分这个样画完了，我们然后再画这个深色这一部分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分解式的去画，大家应该都能够明白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到花心里面，我们总会画一些这种花瓣，它长到这个花心里面来了这种感觉。它从外面过来，长到这个花心中间来的这种花瓣。这里再来一个，好，让它有一点这个遮挡住这个花心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再画这个深色的，画深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不用蘸底色，我们直接加水，这个笔上干了之后直接加水，明白吗？直接加水。好，我们这个画深色的花瓣颜色就要调的很饱满，看到我这支笔了没有？我们刚开始调的是这个玫瑰红，然后调了这个牡丹红，然后调了一点这个胭脂，笔尖调了这种胭脂，里面是没有加太白的，是直接加的水。现在笔肚里面的水分很足，然后这个颜色也很饱满。好，我们来画这个深色的花瓣。好，我们来先画这个深色部分，同样的还是一样，先画出这种反瓣啊，先画出这种反瓣。来，笔尖补充颜色，大小的这种反瓣有大有小，有这种参差的。
拿这里来一个大一点的，笔尖不停的补充颜色，大的旁边我们再来小的，再来这种长一点的。这个花瓣让它很长，哎，这个颜色没有调匀，一定要调匀哈。在我画的时候，颜色也经常会有没有调匀的这种情况，所以颜色一定调匀。来，再补充一点点这个牡丹红，笔尖还是一样，要加一点胭脂。大小不同的这种反瓣啊。都有让它有朝一个方向偏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一点的、圆一点的正面的花瓣，这里来一个正面的。所以花瓣也不可能全部都是这种反瓣啊，也有正面的花瓣。来，这点反瓣画完之后，我们去补充里面的正瓣。补充正瓣的时候，我们笔尖这个胭脂多蘸一点啊，把这个缺口这里都用最深的这种胭脂补充正瓣，反笔从这个缺口这里来补。来补了一笔之后，这些缺口里面都去补它。一样的，这个花瓣越来从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。来把这个缺口，这些缺口里面都补上。笔尖要不停的补充深色啊。好，外面一层也是一样，越来越。我们加一点点水，笔上有点点干了，我们加一点点水。
好，我们现在就是调整这个整个花型了。你看一下这个花型哪里需要加花瓣，我们就去加花瓣。那这个外围的可以补充一些花瓣进来。这些缺口如果不想它，那个就直接点上一些这种小碎瓣上去。好，这个地方让它有一点这种深色的花瓣去穿插。让它有一点点穿插的这种感觉。可以反笔来调整一下这个外形啊，外形可以用反笔调整，加一些这种小的细节进来，加一些这种碎的小的细节进来。也可以回一下笔，这些缺口也可以回一下笔，稍微用深一点点的颜色去回一下笔。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调整。大家觉得这个形状的话，可以的话就这样子。如果说你们想要再调整的话，你们自己看一下你想要的形状是不是这样子的。你想要的形状不是这样子，不满意的话还可以继续去调整啊。这里加一些小的碎的这种细节。基本上这一朵花就这样子完成了。我们把这个花心的地方用更深的颜色把它补上。这些白色的有太多的话，我们可以灭掉一点点，可以灭掉一些，不要留太多的白。那我们把这个花心的地方把它补上去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花心的地方用最深的这个颜色把它补上，这个花心，直接用这个胭脂。来，这个花心用最深的颜色胭脂，把这个我们要留出来这个花瓣，把它留出来啊。这个花心的地方最深的。像这些离着这个花瓣的根部，我们也把它加深一点点。这个花瓣的这个根部的地方，我们也把它加深一点点，让深的更深一点，它的层次感会更加层次感的对比关系会更加强烈一点。好，这个颜色刚刚太深了一点点，这一笔。
好，这里让它深一点点，让深的地方更深。让深的地方更深，它的这个层次感会更加强烈。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调整，就是我们的画面感，我们的画面最后都需要去调整。好，这朵花就这样子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画上一个花心，来把这个花心画上，它这个花会显得更加精神。花心画的话，这个中间要稍微干一点才行。好，我们画这个花心，画的这个正中心的地方，我们用这个3绿调这个3绿画这个雌蕊。看一下正中心啊，那中心是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用这个3绿和胭脂画出这个雌蕊。来，这里是我调好的这个镜头拉近一点，画这个花心啊。另外哈，我们来画这个花心，中间这个是雌蕊，然后我们画这个雄蕊，那我们把它分为5组去画。那你先分好地方，1组、2组、3组、4组、5组、5组，这个5组在这里遮挡了哈，在里面遮挡了。那我们按照我们分好的这个来画，来先画这一组，我们先把它分好。来画这个花心的时候，我们稍微的可以往里勾一点。往里勾一点，这个动作啊，这个动作就不要画的太直了，这样子直直的，明白吗？这个画花心不要避免画成直直的，它都四周这样子去伸展开来，那么它的花心就显得有一点僵硬，有点死板，就不灵动。所以我们画的时候，这个笔看到了吗？现在这个距离能不能看得清楚？这个是藤黄和太白1:2调和，太白比较多，藤黄比较少。太白是1，不是，藤黄是1，太白是2。
好，这个花心偶尔跳出一两颗来，让它有一点变化，往里带一点勾，往里稍微的往里有一点点勾。你看这一组就这么有姿势，然后我们再画第二组，来画这一组吧。也是一样，稍微的带一点点勾。这个第二组，然后我们再画第三组。好，这里有一组，这里会有一组，这个露出一点点这个花心。这个花心让它有一点这种遮挡的这种关系。好，这个5组花心差不多就这样子了。如果说你想再多一点哈，你觉得这个花心还不够饱满，你可以把这中间这些地方再填饱满一些。这个花线你还可以再延伸，可以再画多一些，可以再画一些，可以再加一些。想加的话，你可以再加，让它的这个更加有这个可以再加多，因为花心的话，它确实你要看真实的花，它这个花心是很密的，有很多。好，我们的花心就这么多吧，已经够多了。然后我们再扫一点点这个花丝啊，扫一点点，稍微的用笔尖稍微的扫一点点。
我们待会儿还要画一朵这个二乔的，画另外一种姿态的，跟这个姿态不一样的，就画一个塔式的，这个是一个正面的啊，画不同姿态的这个二乔。那这一朵二乔就完成。